大家好，欢迎来到 K 线西游战法频道。我们停更了几个交易日之后呢，回头来看，美股正走在一个震荡的行情当中。在这轮震荡的行情当中，我们看到上周四美股出现了一个标志性的悟空阴线，然后周五走出了一个八节阴线，这样呢就有可能走出沙僧阴线和唐僧阴线，最终呢让美股重新回到144均线和169均线粘合的这个位置上啊，也就是说在33400点附近，美股才有可能重新启动它的这轮行情。同时呢，我们也看到上方已经走出了4次的等位置波峰，等位置波峰正式成立之后，美股就有机会在这轮震荡调整之后重新冲出新高，进而呢让美股重新回到牛市行情当中。同时，我们也观察到道琼斯工业指数和比特币的行情正在发生同步的震荡，在41500点高点出现之后，比特币一直处在一个高位的震荡回调的状态当中。震荡过程当中，我们在4小时级别线上可以由波峰连线和波谷连线看到，目前已经以横带跌通过了震荡过程当中位于7月8日3万点附近的一个焦点位置。那么目前它的这个状态，我们在日线级别上可以看到，一轮日线级别上涨吸完成之后，目前正在走一个第二轮悟空阳线。悟空阳线没有跌破之前，目前的多头趋势依然存活，并且呢，在4小时级别的这个震荡过程当中，我们有一个观点一直存在，就是目前的横盘震荡呢，它的这个波峰连线和波谷连线会逐渐收窄，并且向后拉伸，这样呢就会构成一个横有多长、纵有多高的一个上层平台的一个结构。我们知道啊，一轮上涨行情都是由震荡过程当中啊，它的一个窄幅收敛震荡酝酿一个收敛三角形，并且这个收敛三角形的结构啊越来越窄之后重启的行情。那么在当前日线级别有了悟空阳线之后，并且围绕这个悟空阳线进行横盘震荡，同时呢4小时级别上144日均线和169均线也跟随了上来，这意味着目前在29000美金这样的一个支撑的情况下，行情还是有机会走出日线级别的8节阳线、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那么我们把时间级别调整到周线级别，就非常容易观察到，早在6月19日的这一周已经走出了一个悟空阳线。那么根据我们 K 线西游战法，上方有8节阳线、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的一个预期。那么我们看到连续调整了3个周啊，连续调整3周之后啊，比特币正在酝酿这样的过程。同时我们看到啊，这轮行情的起涨点源自23年1月19日这一周，1月19日这周走出悟空阳线之后，走8节阳线、走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一轮周线级别上涨吸收之后，目前出现了悟空阳线啊，周线级别的悟空阳线正是多头发育的一个标志性的信号。然后我们回到龙头币种 BCH 啊，本轮行情涨幅最大、涨速最快的要数主流币当中的 BCH。BCH 呢，在上线美国一家交易所之后，我们看到啊，这家交易所只有4个主流币种，分别是莱特币、BCH、以太坊和比特币。那 BCH 在本轮行情当中几乎下跌了95%左右。我们测量一下，从1050高点到低点啊，88美金，我们看到94.8%的巨大跌幅。这让上线美国交易所之后，它成为资本市场炒作的最重要的标的之一。那么行情走到这个位置上，我们看到日线级别走出悟空阳线、8节阳线、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之后，它就完成了一轮上涨吸油。这轮上涨吸油，我们看到250美金高点已经出现，但在6月30日的这周啊，冲出了一个日线级别新的悟空阳线。这个悟空阳线让高点到达了329美金。我们知道，在260美金附近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压力线的。这条压力线呢，源自于20年啊，源自于19年9月30日，由波谷连线连过来之后构成一个重要压力。也就是说，突破260美金之后，上方的空间已经被打开。那第一次冲破之后，我们要给行情一定机会啊，它要做一定的震荡调整，反复对该位置进行确认之后，才容易出现下一轮的行情。同时我们可以看到，周线级别上对于 BCH 来说，已经走出了悟空阳线、8节阳线，那么周线级别上就有可能走出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最终呢突破327美金这个高位。这个位置呢是周线级别144均线和169均线粘合的位置，也就是说，如果再次行情能够站到300美金附近之后，就有可能走出周线级别的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同时，对于 BCH 来说，我们认为本轮行情
如果到牛市末期，它的高点很容易超过$3000因此即使对于尚在高位$250上方的 BCH 来说，它仍然有非常巨大的上涨空间所以呢，回调是我们重新布局 BCH 的机会。但我们会员群早在第一根阳线6月21日冲到$134附近就提示大家进场 BCH， 原因是它有悟空阳线。首先是符合了 K 线稀有战法当中的悟空阳线。第二点呢，就是美国交易所上线 BCH 之后，它有消息面的利好支撑当然了，目前处在回调阶段，我们缓慢进场之后 ，BCH 也同样能够在下一轮周线级别沙森阳线的这个位置上获利。那么我们也观察到市场当中它的轮动性正出现这让市场出现两极分化。我们看到一些币种，特别是类似 FIL 这种币种一根阳线涨上去之后，迅速开始了回调，证明它在行情当中仍然处在一个非常弱势的板块当中。同样也看到 FTT 有了一轮涨幅之后，快速回踩了日线级别的144均线和169均线这个位置。当然了，我对这些有过浪子回头概念的这些币种仍然有一个很高的预期。这轮行情，他们不是龙头币种，他们只是跟随板块轮动，最终呢出现了一轮涨幅。目前的回调都让它的价格重新回到了价值区间。特别是我在今天写了一篇文章是 Uni 的这个文章。对于 Uni 来说，我们一直说它在$5.5下方处在一个黄金坑的区域。对于这个黄金坑的区域，很多人不理解，认为它上涨之后回踩就让我的这个本金遭受了损失但是我们一直关注 Uni 已经有2个月有余原因是它在$5.5之下就是一个黄金坑的这个位置。$5.5怎么判断出来的呢？我们认为它是一个波谷连线连过来之后形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支撑位。这条支撑位的上方是超级主力建仓的一个成本区间，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围绕着日线级别144均线和169均线，它的建仓成本几乎在平均价$6附近。那$5.5是它底部建仓的一个底线。为什么超级主力要在这个位置上砸破它的底线呢？原因是有很多人建仓的成本和超级主力是非常类似的，所以呢，它通过砸盘让筹码进行一个锁定，就是我文章当中说的西索拉喜泰的套杀一系列操盘过程当中的锁定筹码。在这样的锁定筹码之后，很多人会放弃信仰，放弃筹码，把这个筹码重新交还给超级主力，然后超级主力再进行一轮拉升，让这部分重新追高进场。那行情走到这个位置上，我仍然认为$5.1附近的 UNI 它是处在一个黄金坑的一个震荡区域，只要在这个位置上买进现货是不存在亏损的可能性的。未来对于 UNI 来说，一定会在市场当中有非常好的表现。我在文章当中还提了 DX 交易所的概念DX 交易所是未来400年里发展的方向。我们知道阿姆斯特丹交易所在荷兰的这个阿姆斯特丹交易所400年前在荷兰成立，它是世界上第一个股票交易所。那么从这个交易所成立至今400多年的历史当中都是一个中心化交易所的概念。那么400年之后，我们看到 Uniswap 在以太坊智能合约上成立之后，它就是一个非常完美的去中心化交易所的概念。在这个去中心化交易所当中，我们看iCoin 的 DEX 所测这个板块 DEX 板块当中Uniswap 占比是86%它的占比分为3个部分，第一个部分 V3， 第二个部分呢是 V3 ARB， 第三个部分是 V2 这3个部分占比86%目前我们看到它的成交量大概是5亿美金每天24小时成交量是5亿美金几乎占币安成交量的2%左右。虽然成交量不是很高，但未来的发展方向就是 DEX 交易所，并且 Uniswap 对于 UNI 来说，它是目前占市场交易比例最大的 DEX 交易所。所以呢，当前行情当中，对于 Uni 来说，它的价格和价值完全产生了背离，并且处在一个黄金坑的底部区域。因此，我认为对于 UNI 来说，目前极具布局的位置。
那我们 K 线西游战法当中，位置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为什么重要呢？因为底部的位置未来涨上去之后，你是没有办法花钱来买到的。所以呢，底部的位置非常关键。虽然处在一个上涨过程当中的调整趋势当中，但是UNI 的价格让它处在一个黄金坑的这个区域上那么如果牛市到来，对于 UNI 来说，我认为它很容易超过$100，因为本轮行情它的高点是在$45那么下轮行情涨2倍到达$100没啥问题。同时呢，这个$45我们要知道它是怎么来的行情走到一个初级的阶段，就让 UNI 涨到了$45，原因是UNI 是一个中心化发行的代币虽然它提到了去中心化的概念，并且对很多地址以太坊ERC20的地址呢进行了空投的大量地址呢处在超级主力和项目方当中，所以呢它才容易出现派发之后的一轮快速拉升，因为筹码在主力手里，主力庄家手里。那么行情走到这个位置，我们看到最大跌幅大概是在我没有记错的话是在91%左右那么行情走到这个位置跌了91%之后它重新具有了一个投资价值因此呢，我们刚才从技术面和板块的重要性来说对于 UNI那么现在是一个低位的黄金坑的位置只要牛市行情重新启动UNI 很容易有20倍以上的空间。那么对于 SOL 来说，我们最近大概有1个月时间抓到了 SOL 的这波行情，我们布局的时间点位大概是在$16.5附近，原因是这个里面有一个日线级别上涨形回踩之后就是一个布局的一个结构性的位置，同时呢它的这个结构同很多币种非常雷同，非常类似，我们可以逐次的去回看，很多币种都走出了这样的一个结构。因此呢，对于 SOL 我们看到它涨到了144均线和169上方的时候重新又走出了一个日线级别上涨息，并且让我们捕捉到了毫不出意外但是这个是 VIP 群当中布局的那么对于 SOL 来说我们现在这个位置目前它已经走出日线级别上涨息，正在进行的是一个4小时级别的调整。调整过程当中，如果回踩了$20附近的话，这里是一个多重均线汇合的一个位置，在汇合位置附近还是有机会的，但是要把止损设置在$19.7附近。同时我们也可以看一下 IN 勾本轮行情 IN 勾依然保持强势，从低点到高点我们看到它的涨幅是7倍左右，上涨之后出现一个调整震荡的过程，目前这个调整震荡接近了一个近焦点附近，那么布局的一个位置我们可以看下方144均线和169均线，这个位置呢大概是在$6.3附近，也就是说它在近焦点附近这个位置上如果出现回踩$6.3 144均线可以作为一个进场位置，169均线作为一个止损位置，等待它缓慢这个均线缓慢涨上来，价格跌下来之后形成一个金叉之后，我们才可以进场。那么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希望大家能够订阅我的频道。对我 K 线西游战法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主页右上角找到我的这本书的购买链接。感谢大家，再见。